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印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为了你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哎呦，奔画师，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今天晚上加夜班，朗教师发现你不在，又发脾气了。就是因为你不在，又罚我们刷刷洗洗，到现在还不让我们下工休息。哎，邦画师，我知道你人最好了。你看我们该做的都做了，你帮我们跟朗教师疏通疏通，让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好吗？你们三个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朗教师，您不是让我们在这儿裁花布煮鱼胶吗？那不是让你们明天做的事情吗？怎么，我讲的中国话，你们听不懂吗？都是你，你是怎么听的话？还跟我们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。朗教师一找不着奔画师就生气，一生气就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中文加洋文的，我就听成这样了嘛。那好啊，既然你们今晚把明天的工作都做了，明天就轻松了。现在黄牛娘可以回去了吧？走，你们都快回去吧，回去休息。师傅，这么晚了，你是不是也该休息了？难得你要关心师傅，已经通知你赶夜工，你还溜出去吗？因为有10万伙计的事情一定要去处理的。你班杰明一个画师，除了潜心作画，还有什么10万伙计的事？你最近怎么回事？东忙西忙，就不看你交出画来。你何时交给我皇后的图呢？这小燕子不知道有没有过皇后那一关，有没有溜上床，皇后不知道会不会把皇上带过去。急死我了！小子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师傅，我今天收到家乡的包裹，你先坐好，我来伺候你呢。你小子，我在教训你，你是没听着？又来这一招，还想开溜吗？巧克力，巧克力。
老友，好久不见了。不过是一杯 hot chocolate， 师傅不是最有定力的吗？原来一杯热巧克力就把师傅给征服了。热巧克力，谁能挡得住它的魅力？谁能抗拒 hot chocolate？ 小燕子之前挨打，今天晚上偷偷出宫又闹得胆战心惊。如果她吃到这杯热巧克力，应该可以安抚她的情绪，让她高兴吧。这小燕子怎么会被皇后逮到呢？莫非真的有人在监视淑芳斋，通风报信？皇后早就视小燕子为眼中钉了，一找到机会，必定让小燕子难堪。听说，她昨夜带着皇上和令妃娘娘直捣淑芳斋，也不知道小燕子有没有过关，或者是怎么招认的。皇阿玛吉祥，臣伏尔泰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们两个感情可真好啊！一大清早一起逛花园。回皇阿玛，因为要准备季师傅的功课，我和尔泰相约要做一些预习。哦，预习功课，是预习功课，还是预习怎么假冒朕的旨意偷溜出宫啊？皇阿玛，真的是预习功课，我和尔泰没有其他意图。那么是谁昨天晚上告诉宫门侍卫，朕要你们到宫外去抓药的？咱们宫里面的太医和御药房还不够用吗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下朝之后带着小燕子到朕的书房来，朕要好好的跟你们算笔账。看来小燕子那边是真的出状况了。小燕子，昨天晚上过关了没有？我担心了一整夜，这一清早又穿成这样，要赶去哪儿啊？我要赶去五阿哥那儿。虽然昨天晚上你把我安全送进宫了，虽然我也唬住了皇后娘娘，瞒过了令妃娘娘，但是皇阿玛她好厉害啊！她当时没有拆穿我，但是却在我耳边跟我说，她今天要审我。看来她是要跟我算账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没时间跟你多说了，我要赶快去找五阿哥商量对策。反正我是死定了。那我走在你后面保护你，你快去吧。什么？安杰明飞骑带着小燕子入宫，还是被皇上发现了？这下麻烦大了。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够了。皇阿玛对我们两个说，早朝以后一定要带小燕子去受审。你们两个最好想想清楚，到底该怎么对皇阿玛去说。我们大家一定要把故事编得真一点，不要你说这个，他说那个，到时候我们就对不上头了。可是小燕子出什么招，大家根本无法预料。不管咱们套的再怎么天衣无缝，到了他那儿都可能变得乱七八糟。万一他把我们家给供出来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我看还是要赶快去通知阿玛和额娘。五阿哥，你要去跟令妃娘娘通知一下才好啊。如果小燕子把我们家供出来，说是去了我们家，那令妃娘娘一定奇怪极了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提议。什么提议？尔泰，如果真的走上这一步，你就去向娘娘招认，说你喜欢还珠格格。什么？还珠格格冒险出宫，帮忙的又是你们两个，别的地方不去，偏偏要去我们家，除非我们家有巨大的吸引力，说是儿女私情，总比供出紫薇要好。不行，我反对。我觉得好极了，你为什么要反对呢？好什么好？小燕子的罪状已经一大堆了，现在难道要给她加一个淫荡罪吗？姑娘家的名声那么重要，你们就不要这么糟蹋她了。那我们就把所有的问题简单化，我们就编一个最简单的。怎么简单？就说小燕子出宫
本来是想去逛夜市，我阿哥和尔泰都觉得不妥，一时之间又不知道去哪儿，便带回了学士府。到了我家，跟额娘聊得投缘，没谈了多久，便送回了宫里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么说，皇阿玛会相信吗？皇上即使怀疑，抓不到什么把柄，也就这样了。更何况令妃娘娘是我们的姨娘，小燕子出趟宫不过是自己家亲戚走一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告诉小燕子，无论情况有多么凶险，千万不能把紫薇供出来。对对对，如果招出紫薇，小燕子就算有玉皇大帝和阎王老爷双双护驾，恐怕也救不了命。咱们家里隐藏真格格，包庇假格格，再加上私下来往，蒙混出宫，真是越想越恐怖。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去通知小燕子呢？她这个人一旦热情奔放，什么都不顾了。我们又不能去漱芳斋。阿哥，小凳子，他一定是来打听小燕子的消息了。小燕子，你们在外面待着。哎，你们3个臭皮匠，赶紧的帮帮我！哎，我出宫的事情已经被皇阿玛都知道了，你们一定想到什么锦囊妙计了吧？赶快的告诉我！哎呀，我能待的时间不多，你们快说！你胆子未免也太大了，就这样过来了，有没有被人跟踪啊？有了，一直有人跟着的。啊？哎呀，是自己人，是斑鸠送我过来的。好了，你们快点教我，碰到皇阿玛了，我应该怎么说呀？来，我们靠拢一点。不久前小燕子才挨打，这次偷溜出宫又瞒不住皇上。哎呀，小燕子的问题怎么那么多？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吉祥！皇后娘娘吉祥！糟了，皇后是存心来抓我们的。你还说没被跟踪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们这有没有地方可以藏啊？我要藏在哪里？快！怎么办？皇后娘娘吉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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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漱芳斋这4个奴才，为什么不在漱芳斋当差，鬼鬼祟祟的到这儿干什么？孙悟空又来抓铁扇公主吗？还有你，一大清早你在这儿画什么？臣没在画画，只送点东西来给我阿哥喝。呵呵，你跟五阿哥感情真好，一清早来送早餐。你们给我让开！皇后娘娘，请止步，臣有事要跟皇后娘娘商量啊。上次那张画像，臣觉得还可以修改啊。你听好，这个时候谈画画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推开！我就算用鼻子闻，也闻到一股不寻常的味道。喂，皇后娘娘，闻到的味道是热巧克力啊，要不要尝一尝啊？班画师，再不走开，我们可就得罪了。你们还不动手？我早就觉得这洋人有问题了，动手！班画师，小心火！小心！班画师小心！快，龙迪东，
摔倒了，小桌子怎么办呢？这小蚊子，你保护方画师的壶，我保护你。哎，你放开你！咱就吃眼前亏吧，你还嫌脸不够肿啊？我可不想变成猪八戒的猪头。躲开啊！不要，小心呐！不要啊！快躲开！躲开！躲开！小猪，不要！这不是毒药，大家不要误会，天下美味。这不是毒药，你们不要误会，这是天下美味，这是巧克力。你看，你们在胡闹些什么？哪有毒药？班杰明，你用什么东西泼我？不是毒药，难道是沸水啊？哎呀！皇后娘娘，这个东西是不是毒药？会不会毁容啊？毁容啊！毁什么容啊？这是巧克力啊，是美味，是吃的。你看啊，美味啊，巧克力。班杰明，你不许走，拿着你的毒药跟我去见皇上。还珠格格，吉祥。你们几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儿个偷溜出宫，今天又召开秘密会议，连班杰明都跟着捣鬼。你们真是胆子太大了。尔康，你身为御前侍卫，居然跟着他们几个小的胡闹，如此鬼鬼祟祟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尔康，你说。皇上，启禀皇上。昨天夜里，还珠格格私自出宫，尔泰不敢把格格和阿哥带到随便的地方去，便带回了学士府。今天早上，我和尔泰进宫就是来看格格和阿哥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平安过关了。哦，原来是去了学士府，结果呢？结果没有平安过关，还听说今天皇上要追究，大家就乱了章法。还珠格格她是害怕皇上震怒，所以一时性急，冒险扮成了小太监，来到了吴阿哥这儿跟我们商量对策。不料被皇后娘娘看见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朕料想你说的都是实话。臣不敢欺瞒皇上。那潘建民，这个毒药又是怎么回事儿？皇上，一切都是误会。我父母趁着有船来中国，托人给我送了巧克力粉。这巧克力是人间美味，臣不敢一个人喝，就冲了一壶，要送去给瓦哥喝。谁知到了永和宫外，就碰到了皇后。臣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侍卫就要和臣比划，一不小心，这巧克力就洒到皇后身上了。这么说，这不是毒药了？臣愿意当场喝给皇上看。可惜有些凉了，可是仍然很好喝的。我师父说，巧克力的魅力没有人能抗拒。有这么好喝吗？我先尝一口，帮皇马试一下。你犯下这么大的错，还敢尝这人间美味？不是，万一是皇后娘娘说的毒药呢？我先帮皇马试毒啊。我们愿意一起试毒。好
好吧，拿杯子来，朕要看看这郎世宁说的美味，皇后说的毒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真是人间美味啊，让人无法抗拒啊！班杰明啊，这个毒药你还有吗？有，还有很多，给朕多拿一些来。至于怎么冲泡啊，顺便教这些奴才。朕还要派人到你的国家去买很多来。朕要让这个美味啊传到中国来。这事就交给臣去办吧。皇上，小燕子搞得宫中鸡飞狗跳，你不打算追究啊？什么鸡飞狗跳？朕没看到鸡，也没看到狗啊！你还敢笑？你到五阿哥那去商量对策了是不是？你要怎么对付朕？说说看。皇阿玛，我哪有时间商量对策？我这前脚刚进门，就听到皇后娘娘在门口大喊大叫的，说什么毒药啊毒药，我们就跑到门口去看，然后就被抓到这来了。朕料想你说的也是实话，你们啊都是皇室的子弟，大家感情好是件好事，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也别跟着还珠格格成天乱转，没大没小，没上没下的。要是朕怪罪起来，怕伤了亲戚和气；要是不怪罪的话，岂不是太便宜你们了？皇上，朕自有分寸，皇后不必为他们太操心。皇上，你们三个不知以身作则，自己说该当何罪？皇阿玛，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。左阿哥出宫，五阿哥和尔泰都是被我闹的，没有办法了。还有4大才子、2大美女，都是只听我的。皇阿玛，我现在知道，我的任性和自私会害了每一个人。我真的后悔了，我知错了。您一向就最疼我了，每次我闯祸，您都会原谅我。这次，您再原谅我一次，好吧？我保证，我一定痛下决心，好好念书，做一个让您骄傲的格格。哎呀，你呀，实在是让朕头疼啊！国家的大事已经有很多的麻烦，让朕操心都操不完了，还要整天为你烦恼。皇上，是在为边疆的战士烦恼吗？是啊，刚才在朝上，大臣们纷纷禀告，西藏的土斯朗卡又蠢蠢欲动了，缅甸边境更是战事连连，回疆也不平静，这准噶尔也有麻烦。朕只要想到边境上的百姓战事连连，民不聊生，朕心里就很沉重。皇阿玛，您整日为国事操劳，常常在深夜还在批陈奏折，儿臣不能为你分担，实在是太不孝了。现在儿臣已经长成，不知道可不可以随召回将军出征，随傅柳叔出征呢？治国不一定要带兵的，你年纪还小，念书第一，国家之事啊，不必操之过急了。你从小就爱读书，文学武功都学得不错，朕对你期望也很深的。你不辜负了朕，就是你的孝顺。儿臣谨遵皇阿玛教诲。小燕子，算你运气好，这次啊，朕就不追究你了。你以后想出宫啊，不要打扮成太监的样子，你就跟令妃娘娘说一声，让人跟着你保护你，大大方方的出宫去吧。至于去福伦家，更无需躲躲藏藏，自家亲戚嘛，多走走也好。皇阿玛，您不再罚我了。
朕不罚你了。所有的人，您都不罚了吗？都不罚了。皇上，从今以后这后宫之中，大概就再也没有规矩可言了。小燕子本来就得到朕的特许，无需受到宫里的限制。皇后啊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天下不就太平了吗？花妈妈，您真的是有一颗最宽大、最仁慈的心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用再为国家的事情操心了。您这么好啊，老天会报答你的。啊，我在民间的时候啊，听说过一句话：国有乾隆，古不生虫。您在大家心目当中啊，是最好的皇帝。我相信这个国家一定会非常强大的。怎么的两句话？朕跟虫子怎么会有关系啊？国家有了乾隆，谷子它都不生虫了。您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是老天爷，你不是人。你是神，神。真有这两句话？当然了，我也编不出来嘛。你编不出来？对，你编不出来。小燕子，你真有一套啊！你真是上天赐给朕的一个开心果。妈妈，你太可爱了，你真是有惊无险。小燕子，你那句“国有乾隆，古不生虫”，是真话还是编的？前一句是真的，后一句好像是有点问题啊。哎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啊？那到底是怎样的两句话？我就听得怪怪。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可是啊，我相信一定是两句好话，因为紫薇听了好得意的。你去问紫薇就知道了。小燕子，我真是佩服你，这种话也可以随便拿来说，居然错有错招，皇上还很开心很得意。没想到居然这么轻松就过关了。我们大家对了那么多台词，一句都没有用上。从今以后啊，就可以大大方方出宫了。哈，我太高兴了，恨不得马上去告诉紫薇。班长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，多亏你那个毒药把皇后给挡在了门外，又把皇阿玛喝得好开心。这个 hot chocolate 是一种非常好的饮料，它会让人放松心情。皇上就是喝了它，才会对我们大家都不追究了。是啊，班长有你的呀！昨个夜里，快马紧急带我回宫，今天又帮大伙打退了敌人，你呀算是帮我们立了大功了。现在开始，你不只是我们自己人了，还是一家人。谢还珠格格夸奖，班杰明领赏。小燕子，你最好啊，不要太得意忘形了。这两天你收敛一点。皇阿玛是在操劳国事，所以才没有情绪管我们。巧克力再好，也不是仙丹哦。你们说的那个什么西藏、缅甸、生姜，为什么整个的很麻烦，让你们和皇阿玛那么烦恼？你是说缅甸、回疆、准噶尔是不是啊？对，就是。你们也赶快教教我啊，省得皇上到时候让我来写一篇文章，那就惨了。这个说起来很复杂，缅甸、生姜都很麻烦，但是这些麻烦跟你的比起来，你的都不够瞧了，都只能算作这芝麻绿豆的小麻烦了。班长，你那个毒药真的好好喝，就是太少了，没喝过瘾。那有什么难啊？你喜欢喝，我再去冲一壶给你啊！嘿，好啊，走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个小燕子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昨夜和明月闪电调包，几个奴才在院子里拦着我拖延时间，害得我在皇上面前出丑。今早又联合洋人来欺负我，洒了我一身臭水。皇上还偏偏说那是人间美味。娘娘，您不要生气，
为那些人气坏身子不值啊！你想想，你是娘娘，小燕子再怎么嚣张，不是还挨了板子？这宫里的格格和阿哥谁挨过？她一个乡下丫头想跟您斗，能斗得过吗？是啊，就看她怎么跟我斗。这个还珠格格是摆明了跟我开战，那个永琪还有福家兄弟个个和小燕子串通一气，现在又加上了个班杰明。福家兄弟俩就是仗着令妃做靠山，才敢这么无法无天的。我阿哥又成天跟他们混在一起，奴才真的担心我阿哥早晚会被他们带坏的。哼，小燕子没出现以前，皇宫是多么安宁，永琪是多听话，早晚不忘来向我请安。现在竟跟那个来路不明的小燕子一天到晚出状况，这要是给老佛爷知道了，肯定又怪我没管好后宫。就是，这管好后宫本来就是皇后娘娘的事儿，为了老佛爷也要坚持嘛。想想那个班杰明也不单纯，听宫里人谣传说他和还珠阁的小圈圈走得也很近。想想皇上给他方便，他就当做随便了。一个外国人总往漱芳斋跑，听说为了还珠格格还大闹御膳房呢。哼，我治不了小燕子，难道我还治不了这个洋人？容嬷嬷，咱们走。走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下。臣郎世宁拜见皇后娘娘。郎教士，你来本朝多少年了？40几年了。本朝待你如何？恩重如山。好重的4个字。你在宫中有任何人对你不敬吗？臣从来不曾埋怨过什么。宫里大家对臣都礼遇有加，臣时时刻刻铭记在心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让你的徒弟对我不敬啊？班杰明，他做了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你去问他。我在这后宫中也是东宫之首，那个班杰明最近行为不检，行迹可疑。你是他的师傅，难道没有看出不对劲吗？如果你再不调教他，处罚他，就别怪我请他回他自己的国家去，咱们这儿只怕没有他的容身之所。是，臣一定要好好教训他，请皇后娘娘息怒。师父。皇后娘娘吉祥，今天一场误会，冒犯了娘娘，对不起啊。哼，谁稀罕你的对不起啊？我该说的也说了，郎教师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容嬷嬷，咱们走。臣郎世宁恭送皇后娘娘。奴才恭送皇后娘娘。班杰明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好事？我在这清宫里头40几年了，还没有人给我大声说过话。今天为了你，我被皇后娘娘骂得狗血喷头。你这个叛徒，是让我丢脸，让我受尽侮辱吗 ？Oh my God! It was just a few drops of hot chocolate. 几粒巧克力居然可以闹得这么大。巧克力？我提了一壶巧克力，一不小心洒了一些在皇后身上，如此而已。你少胡说！看到皇后，你还不赶快行礼，保持距离？你的巧克力怎么能溅到皇后身上呢？你最近鬼鬼祟祟，我早就发现你不对劲。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，你给我过来！
师傅，喂，师傅，那个颜料几天都洗不掉。我不是15岁，你怎么还这样惩罚我了？你那个意思是你长大了，我这个师傅管不了你了？没，您管得着，只是罚我画画、洗颜料什么都可以，不能在我嘴巴上画圈圈，我还要出门见人啊。我就是不让你出门见人，这几天你就给我乖乖的待在如意馆里，哪里都不要去。你们3个给我好好的干。恭喜恭喜，小燕子现在居然是有惊无险。我现在真的不得不佩服她了，她这个人一定有什么法力，能把所有的危难都一一化解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我们大家都吓得魂飞魄散，教给她的话她都忘了，告诉她的事儿她也不照做，简直是毫无章法，乱七八糟。可是她就是有能力让皇上开心，连边疆战士的隐忧都被她一语化解了。你确定他已经没事了吗？想到昨晚的惊险，想到他被皇上华湖抓到，我就浑身冒冷汗。你不用冒冷汗了，我确定已经没事了。那令妃娘娘那怎么样？你额娘怎么跟她说的呢？令妃娘娘确实有些怀疑，可是我们也不能跟她说实话，毕竟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。我额娘也只能跟令妃娘娘打马虎眼，装糊涂。可是令妃娘娘显然有了她自己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她以为小燕子和尔泰经常在一起，说不定是两小无猜了。这种误会对小燕子好吗？误会，何以见得呢？我看他们2个每天在一起，有说有笑的，确实挺好。那吴阿哥呢？什么吴阿哥？吴阿哥是小燕子的兄长啊。可是他们不是兄妹啊。小燕子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？她喜欢吴阿哥？小燕子什么也没有跟我说，我跟她在一起就那么一点点时间，根本就谈不了这些。不过小燕子是个很男儿气概的人，对吴阿哥也好，对尔泰也好，我想都没有儿女私情，她把他们当哥们儿。以前她对柳青也是这样的。说的也是。现在跟他称兄道弟的还有一个洋人班杰明，那个洋人也是个奇人。现在这宫里面真是人才济济。你听说过“国有乾隆，古不生虫”这句话吗？是国有乾隆，国运昌隆吧？原来如此。紫薇，紫薇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崴到脚？快坐下让我看看。我没事，你都及时拉住我了。尔康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眉心的疤痕是怎么来的？我在关心你的脚，你倒关心起我的疤痕来了。你到底搞没搞清楚重点？我没有受伤，你少小题大做了。我的这个疤，拜我弟弟所赐。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一起用竹剑练功夫，那家伙练得一时兴起，便向我的眉头狠狠劈过来，我就被毁容了。你会介意我有这个纪念品吗？原来尔康少爷你这么调皮。其实，你不皱眉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会发现这个疤痕。我喜欢看你笑，不喜欢看你皱眉，因为你皱眉就是不开心。我希望你一直都开心。是吗？那我以后为了你，不再皱眉了。
我不会让你看到我这个疤痕。放开我，让人看见不好。好，那我们换个地方去谈。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你等我，我去换件衣服。这是我第一次带你出游的地方，也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分享我的秘密基地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跟你谈了很多的话，我也给了你我的诺言，但是你从来不给我你的诺言。今天在这儿，我必须要你一句话。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，你必须回答我，不许逃避。是。你愿意跟我共度一生吗？山无浪，天地合，海港与君绝。有你这几句话，我就再也没有任何矛盾、任何挣扎、任何顾虑了。我们的未来都在你这几句话里。我们真的有未来吗？当然有。可是我都看不到。我有一个大计划，这个计划虽然有些冒险，但说不定能解决我们现在的困境。什么？把你送进宫去。怎么进宫？进得去吗？那要看小燕子的功夫了。以前你进不了宫，见不了皇上，是因为没有门路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的一个结拜姐姐当了格格，而且这个格格在皇上面前很吃得开。那么要一个宫女总可以吧？就算小燕子看上了我们家的一个丫头，能不能跟我们要了再带进宫呢？小燕子只要去求令妃娘娘，我再让我额娘去打边鼓，就一定进得了宫。只要我进了宫，就可以看见皇上了。然后我就见机行事，让皇上一点一点认识我，说不定他会发现我更像夏雨荷的女儿。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小燕子和皇上的关系现在已经奠定，牢不可破了。如果他再发现有一个你更像自己的女儿，让他不得不喜欢，不得不亲近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再把真相告诉他。我的如意算盘是，真假格格他都喜欢，都不放弃。我想，也许能让皇上把你们两个一起接受了。可能吗？如果他都接受了，那你就是名正言顺的格格，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请求皇上指婚了。那天我化成一只甜甜的雁，飞到了你的身边，转个弯，绕个圈，飞来飞去好几遍。你注视着我，眼底充满了爱恋。从此我的世界一片